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六宣布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及防长奥斯汀周日将到访当地。他也表示，若安全条件许可，希望美国总统拜登能亲自访问乌克兰。目前仍不清楚泽连斯基宣布这项消息是否得到美国的同意。如果消息属实，这将是美国高级官员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后首次访问基辅。随着俄军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开始进入第二阶段，乌克兰不断呼吁西方提供更多军事及资金援助。不过，就连被认为最支持乌克兰、制裁俄罗斯最积极的英国首相约翰逊，也不得不承认，俄罗斯赢得战争具有现实可能性。Завтра до нас приїжджають люди зі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ів Америки. У мене буде зустріч з міністром оборони і з державним секретарем Сполученим Штатам, з паном Блінкеним. Вони приїздять, думаю, будемо очікувати, коли безпека дасть можливість і президенту Сполучених Штатів приїхати і підтримати український. 消息发布后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记者向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求证此事。不过，五角大楼的回应是：“我没有什么能给你的信息。”除了国防部、白宫与国务院均拒绝证实该访问计划或不予置评。而面对美高级官员的这次访问，泽连斯基显然将重点放在对乌军事援助上。泽连斯基称，他将和布林肯及奥斯汀讨论所需的武器和运送时间，希望能拥有强大的重型武器。他强调，乌克兰必须获得更多武器，而一旦拥有足够的武器，乌军就能立即收复失地。На сьогодні зараз до нас приїжджати з пустими руками. А ми очікуємо не просто презентів чи якихось там тортиків, да? Ми очікуємо конкретні речі і конкретну зброю. 泽连斯基还表示，布林肯和奥斯汀的访问是一个积极的信号，表明美国可以在乌克兰需要时给予更多帮助。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也是如此，希望能把讨论过的、你们拥有的或有机会提供的援助带给乌克兰。在冲突之后，美国这个高级官员第一次访问乌克兰，我认为也是有这个表示一些支持，一些政治上面的支持，有可能也是会讨论下一步要这个具体援助乌克兰哪些东西，哪些是乌克兰急需的，这是有可能的。拜登政府周四宣布，将向乌克兰追加8亿美元军事援助，包括72门榴弹炮和14.4万发炮弹。这也使美国在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对乌援助总额达到约34亿美元。拜登称，他将于下周正式要求国会批准第二个援助乌克兰的补充资金计划，并补充说，他预计国会将迅速采取行动。不过，对于泽连斯基期待拜登亲自访乌的请求，拜登一直未有定案。本月14日，当被记者问及是否准备好去乌克兰时，拜登给出了肯定回答。但随后，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出来表态称，拜登不会访问乌克兰。18日，普萨基又表示，拜登前往欧洲参加紧急峰会时，没有计划前往乌克兰。而仅仅一天后，拜登又被问及是否会前往基辅，这一次他的答案变成了我不知道。外界注意到，除了美国，英国在此次俄乌冲突中也刷足了存在感。英国首相府周六发布消息说，首相约翰逊当天下午与泽连斯基通话时表示，英国正在提供更多的防御性军事援助，包括受保护的机动车辆、无人机和反坦克武器。据报道，两位领导人还讨论了英国将如何与合作伙伴合作，为乌克兰制定长期的安全解决方案。约翰逊指出，与国际合作伙伴的讨论正在进行，以提供进一步的财政支持。